他常见熊是什么？你跟他说他不明白，你不跟他说他更不明白。他对于感情那个敏锐度，那真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他就是那种无缝但里的魔。公子人家还想不想要了？跟你们这种天生就不懂女人的人，我就没法聊下去。看来一个女人最大的天敌，不是年老色衰，也不是16岁的少女，而是直男大脑。乔儿，我能追常见熊吗？常见熊又不是我的，你不应该来问我，你应该去问谁？你自己。叔呀啊，又是弹吉他装情圣。想当初在特训营，你就是这么给女教官。哇，生日蛋糕呢，必须要趁热吃，不然凉了对身体不好。你记不记得你和女教官那天说了什么，让我们少跑了5公里？什么女教官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知道你每天晚上都跟着人家。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女教官哦。这酒口劲还挺大的。喝这么多干嘛？哎，喂，哎，这里不能吐！哎，好难受呀，好晕啊！你怎么来了啊？小野，干嘛呢你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女儿家地儿小，养狗呢，她也憋屈，住人也不方便，啊。正好呢，我那地儿大，这样吧，我替你们养几天。哎，你这狗子叫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哦。来，老大，行，走，把那给我，来，走。外公，人家都没说答应，你就把狗牵走啊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不是有现成饭吗？咱们饭还没吃，先吃完再走。他厨艺真不错。你什么时候吃过？为什么要养德牧？军犬常情。我帮你开门吧。走，听话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这边，这走。爸，你担心狗啊？我是担心你。你担心我什么？我爸这个人一旦出手了，绝对不会留后路的。怎么？我觉得咱爸是非常非常仗义的人。第一次见面就把我们中间的单身狗带走，以后我觉得我跟他的沟通肯定没有什么障碍，还可以做好朋友。厚脸皮，你等着吧。好朋友啊？你等着吧。你觉得有点像你爸吗？啊？我有点像你爸。明明该是场火星撞地球的武打场面，哎，怎么就变成温暖助人为乐的吻戏了？外公，你是不是怕了呀？你不懂，今天我们来啊，不是示威，是震慑。有什么不同啊？示威是要靠拳头说话的，震慑是要靠智慧先行。再说了，你小姨又在场，也就是问出来，说的也是假话。高，真高！原来这3条狗是人质啊！哇，狗质。对，狗质。走，走。
温蒂姐，你不仗义，昨天石总过生日，你怎么不带我去呢？都是有主的人，你去干嘛呀？那清醒梦境那么多好男人都有主了，没别人，就我们4个。那长哥也有主了吗？常建雄要是会跟女人谈恋爱，哼，那全天下的母猪都该会上树。郑浩跟我说过，趁人之危是最好的恋爱方法。长哥现在正是孤单寂寞的好时机。哎，你说常建雄啊，他不光笨，关键时刻还怂。他明明很有肌肉啊。肌肉越发达，大脑越萎缩。哎，昨天晚上那么天时地利人和，昨天晚上，你俩有情况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告诉我吧。哎，小安，我警告你啊，千万不要被男人的外表所迷惑了。可是他不只有外表，他还有个好爸爸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说不定到时候他的好爸爸就成了他的短板了。啊？有钱就少情，有权就少义，富二代可不是什么好词儿。你那都顺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现在好像是有点麻烦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这儿这样，我稍后打给你，稍后打给你啊。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常建雄真的那么差？您是？啊，我就是你说的常建雄的短板。对，他的好爸爸。啊，伯父，我刚才不是说您坏话，对，我刚才是说了常建雄坏话，可是你也知道这，有时候人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才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是你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常建雄的爸爸竟然主动来找我。啊？找你干嘛？你们俩还没成呢，就有家长跳出来反对了。人家常爸爸那是神助攻，跟你们家老首长的风格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哎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竟然主动提出要做我的内应，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他们家傻儿子。羡慕你啊！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你爸把3条狗带回去之后，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？没有，好几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太吓人了。我觉得这是老丈人肯定女婿的第一步。No， 你不了解我爸。我觉得这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平静。我这边是万事俱备，只欠常建雄。你那边是郎情妾意，就多一爸爸。你看人家郝杰跟欧阳琦活得多自在，这出去玩多长时间来不回来？你说我要不要学学郝杰？好娶。我支持你。像常建雄这种慢半拍的人，就得采取强硬的手段。爸。哦。什么情况？我爸要见世月。好事儿啊！你爸要主动出击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可好娶不了。我还是智取吧。你送狗粮都送了3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打探不到。你这是在搞什么呢？我昨天刚从南部分的回来。怎么样？我从来没见过南部副这么狼狈过，满院子追着你的3条狗跑，训了一辈子兵，最后折在了3条狗身上，不是毛招。那就太完美了，我只需要用3条狗，就可以试出岳父大人对我的真心啊！什么鬼？你知不知道你这3条狗把南家霍霍的可不轻啊？
破获的不轻，但还不把狗还给我，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以德报怨。爱屋及乌，狗都能禁住了，你觉得人还会有多远？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我现在可以确定一点，狗都进家了，离你还会远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纯属意外。但你知道吗？意外有意外的好。这时候给大家一点空间，一点时间，让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，有一点心理的准备。那你第一次试探的结果呢？非常好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头，人善良，人好。反而我有时候觉得他的样子跟我有点像，有没有？那就祝你好运。哎，放心吧，肯定好啊。喂，等等。对了，还是得劝你一句，好好做心理准备。不是，他刚刚发给我。怎么突然间说要见我？是出了什么大事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的要去搞定我爸吗？可是我现在还没准备好。我希望可以。我爸最讨厌临阵脱逃的人，其实他很好哄的。他老说那句什么，男人要敢说敢言，不能卑躬屈膝。继续说，多给我一点参考。他挺喜欢我姐夫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姐夫服管，简单吧？那你姐夫第一次见爸穿什么衣服呢？我已经打电话问过我姐了。会不会太热呢？一定能成功，加油！欢迎吃饭。喂，流汗怎么办呢？在你爸面前。我帮你擦，我帮你擦。啊？哎，喝点啥？爸。常伯伯也在。哎，回来了。伯父。啊。我带了礼物给你。我的狗还乖吗？我们俩又见面了。会打双生吗？会一点。走吧。走。会议，不好意思说会议。老常，你坐那儿。好。你坐在我对面。好。你坐他旁边没有用，出不好牌我照样骂他。您着急忙慌的把我们叫回来，就是陪您打牌啊？官牌不语，这是规矩。小牛，发牌。好嘞。哎呀，血浓于水啊，默契。哎，照你们这速度，有点悬哦。
范大成。准备。默契。哎，你就不知道给我做张牌啊？老常啊，笑到最后才算是胜利啊！哎呦，动作快点，快点！你怎么知道我爸拿着那么大王啊？你爸爸刚才脸色虽然绷得这么紧，但你没看到，他的眼睛是会发光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要绝方便呢？哎，这个呢，就是他拿牌的规律了。从下到上，都是桃花、梅方的顺序。这一轮呢，他拿方块是最长的，所以呢，我送给他方块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？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细节可以搞定岳父。你以为你自己过关了是吗？何止过关啊，简直是通关，好吗？你真的没有留意他看我的眼神，一个眼睛是宠溺，另外一个眼睛呢是喜欢。那你知道两个眼睛加起来是什么吗？是爱。我做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奖励呢？你好好开车啊！你一直在说话。别自个儿生闷气了，啊！哎，你看看你啊，现在是祖孙三代其乐融融。你再看看我，看看我那个蠢儿子，事业无成，婚姻无望，还整天搅和在他们两个人身边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他那个脑子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在这儿坐以待毙，就是气出高血压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哎呦，你要再说出去，我非气出病来不可。哎，你得向我好好学学啊，主动进攻。怎么攻？抓重点，攻软肋，挨个考验。你那叫考验啊？啊，你那是明明给了那小子家庭地位。我找女婿啊，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会打牌。哎，你不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都叫来吧？啊？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我去打个电话啊！哎呦，温总，我们电子调速器的开发速度已经基本达到了之前的预估，飞行面板在本周也可以完成80%了。老金，你那边呢？无刷电机和螺旋桨的设计方案呢，也给工厂了。他们说最迟周5把样品就送来。不错，按照这样的进度，猎人很快就可以投入生产了。我们这么努力，年终奖金是不是不用愁了？年终奖金，先奖励你一个小金牌，自带鼓舞属性。只有这精神奖励啊！这健康不是最宝贵的物质奖励吗？哎，现在都几点了？
北京时间11点整。小乔怎么还没来？想我啦？及时雨来了，来，交接班了。你来了，我就可以出去解决一下个人问题了。什么个人问题啊？要是婚姻大事就放你去。是常建雄的婚姻大事，赶紧去，千万别着急回来。老大向你汇报工作呀。老大，你先看看我这个。常伯伯，哎，小文，快坐，快坐。哇，您都点了这么多菜了。看看我的这条战术怎么样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啊，这就是我儿子。这是一套拿下我那傻儿子的战术。你看这牛排，8分熟，这就好比是你们两人的关系，彼此很熟悉。可是要想再进一步，还差2成熟。您的意思是，时机未到？8分熟的牛排啊，口感最佳，现在是一口吞掉它的绝佳时机，而且是机不可失。可如果要等到10分熟，再想从朋友变成恋人，完了。再看这盘，这是强攻我傻儿子的突破口。通心粉，他喜欢吃这个。他的心是空的，但是以前他是这样的。心20，因为他那时候啊，心里只有南桥。不过你放心，据我的观察，他现在已经完全放下了对南桥的念想。现在谁能填满他空虚的内心，就能吃掉他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你问题。我明白了，我这段时间要多送温暖，多露面，让他的眼里只有我，慢慢的，他的心里也只有我了，让他变回这又细又长的意大利面。给情商高的人当参谋长啊，简直是享受。哎，常伯伯，这沙拉都是什么战术？这个嘛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让常建雄吃醋。对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他要是为你吃醋了，那不说明他在乎你了吗？他要是还有所行动了，可以肯定，他喜欢上你了。哎呀，战术一定，怎么部署行动呢？这个您放心，您可别忘了，我就是做公关的，您就等着看我如何瓮中捉。
这件怎么样？不是你的风格吧？我的风格不好。这套呢？这套确实是你的风格，不过这白裤子不太搭，不好。你先喝点果汁。谢谢。我们店里有几条裙子啊，特别适合您的气质。您稍等，我找给您看看。你们服务还挺周到的啊。我猜您平时就很喜欢喝果汁，看您皮肤这么好，通透红润有光泽。你看，这条裙子啊，特别衬您的气质。是挺漂亮，不过有点太长，好像不太方便。您穿上这条裙子就像公主，任何男人看到你都不会舍得再让您做事。哎，嗯？你觉得呢？不知道。我再看一下别的。这一条啊，简直就为您量身打造的，只有您的身材才 hold 得住啊。我这有试衣间，您要不试一下？来这边请。谢谢。太合适了。怎么样？这件衣服确实挺适合你的，不过背篓太多了，容易着凉。这样也挺好。出去吧。出去吧。少卡啊，这边请。谢谢你们。我是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挺适合你，所以才送给你。不过这么有设计感的衣服裹这么严实，你到底懂不懂审美啊？我当然懂审美。你们的能力还有经验，我们已经了解了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差不多。哦，那今天先这样，有了结果，我们会尽快的通知你们。谢谢。行，谢谢。网上还有一个人回复了简历，他已经到了。嗨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啊？既然你们都在面试了，那顺便面试一下我呗。这个留给你了。拜拜。玩得好吗？我叫郝杰，人如其名，好看的外表，杰出的大脑。哎呦，烦死了你！来，身高、体重、年龄。搭配保护纠缠欧阳琦刚刚好。你要应聘的这个职位，我给不了啊。南乔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这身材不错吧？颜值也及格吧？大脑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这随便放在结婚市场都是一个抢手货，怎么到了欧阳琦这儿，我就成了残次品了？好歹我也是追女无数，他这霸王花我就是怎么都踩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
颜值、身材和大脑不是你要应聘的这个职位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你想应聘欧阳琦的未婚夫，其实只需要做好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准备。我已经做好了一辈子的准备了，我甚至都跟他求婚了。你求婚了？他答应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他竟然觉得只有被驯养的狗才适合找一个人当终身伴侣。人类这种高等动物呢，独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活了那么多年，我连条狗都不如。我现在是被他完全拒绝。他其实不是在拒绝你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喜欢欧阳琦。我也希望他赶快的能过上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小齐是喜欢你的，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放下南思吧。我可以等他，我有耐心，多长时间我都可以等他。这不是时间的问题。行了行了，你的面试结束了，至于你能不能被录取，我去努力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的好吗？挺好的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啊，这次去旅游，给你带了礼物，本来还想给你送过去。喝点什么？水。给。小肖，你干嘛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哥了，他说这些东西该物归原主了。不可能。你也知道不可能，你天天这么想，它就有可能了吗？你是不是该为自己考虑考虑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怎么证明它存在过？别拿走，留给我。跟我去个地方。这儿什么都没变。你仔细看看，都变了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，那棵树哪有那么高啊？我们家院里的垃圾桶都换新款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以前没学过吗？静止是相对的，变化才是绝对的。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其实你也变了，你只是在跟南思保持相对的静止。我早就亲身经历过，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我的极限了。因为怕受伤害，就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一辈子，会快乐吗？与其提心吊胆的过一辈子，还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你现在最应该忘的就是我哥哥。加油吧！
但是这几年，我还是习惯给你写信。我把他们寄到了你部队，却都因为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。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起。因为这会让我觉得，你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。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写信了。听说你去南墙那面试了？对啊。求的什么职位啊？你知道的呀。你说。你未婚夫。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呀，我想得非常清楚，我可以接受试用期，而且一经录取，绝不离职，若有二心，任凭你处置。还有呢？还有你的猫、你的狗，还有你生活中的所有一切，都归我管，好吗？未婚夫，就这个职位。还是要转正的嘛。走吧。干嘛去？庆祝啊？回店里，你说的要给猫狗洗澡。好。乖乖。到吧。这机身的流线型，摸起来手感真不错。那么温总，你刚才说到的流线型呢，就是由我来设计的。还有这四肢这么纤细啊！哎，你别看它纤细，但是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这碳纤维材质我选的好吧？你让开，温总，我这个摄像头设计的不赖。你看，这镜头啊，多有神，多深邃。我跟你说啊，它这个视野飞起来啊，就跟那个鹰一样广阔。你们说，如果这个猎人是个人的话，那是不是一个完美男神啊？吃吧你。老大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老大当然这么觉得了，我都能想到老大觉得那男神是谁。哎呀，设计的灵感的来源呐。